接下来当然就是进入主题，来认识一下今天第一对在情感路上碰到困惑的年轻人，他们的情况。来，我跟他是在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上，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当时呢，他对我的印象很好，我对他的印象呢也不错。所以说呢，我们两个尝试着走到了一起。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出去逛街也好，跟我买东西也好，他会经常提到他的前女友。我确实是忘不掉以前交往过4年的女友，甚至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有跟他说过这个问题，他说他是无意的，他不是故意让我生气。曾经呢，我也试着让自己接受他对我的爱，但是我真的是接受不了。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我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也给我们的感情最后一次机会。我做最后一次的努力，我希望能挽回这段感情，我希望他能被我感动。试着把你在怀里，手却分脸带有一点自己。旧情难忘，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很伤痛的事情，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恰恰是个好事。它证明了一个人对于感情的坚贞。有的时候，这种对前情的坚贞可能会变成一种吸引力，或者一种魅力。旧情难忘，我的爱能在这被挽回吗？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这对男女主人公，来，有请。男主人公王亮，24岁，来自于吉林，是一位销售人员。欢迎他。女主人公熊静，21岁，湖南人。来，有请两位，有请。王亮，你跟熊静在一起多久了？大概3个月左右吧。3个月左右。对。这3个月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开心吗？因为可能会说，他比我小嘛，我可能会说对待一种妹妹的关心，还有妹妹的那种开心，根本就找不到就是男女朋友那种开心。是因为选择错了熊静这个人，你觉得是选到了一个妹妹，还是说过去那段情感对你的影响太大，你无法从那个里面拔出来？应该说过去那个情感对我很有深刻的印象，确实就是说我曾经呢也想试探过让自己就是说忘掉以前，但是我努力了，我确实就是说战胜不了自己的心灵。好，那我想知道你跟你的前女友是终止在什么时候？去年春节的时候吧。也就是说，从去年春节之后，你的状态都是一个单身汉的状态，对吗？对。直到你碰到了熊静，对吧？对。那个时候想接触她是为什么？她身上什么吸引你了？因为当时我感觉她女孩也挺温柔的，就是说挺善于，应该说挺踏实吧。可能说我的心态会有些自私的想法。当时呢，我就是说特别想忘掉以前，因为想每天我感觉像生活在以前的那个生活里，我感觉特别累。现在谈了也有3个月的恋爱了，对吧？想继续往前。他跟他前女朋友的事情你知道吗？他没有跟我很详细的说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只是经常会在我面前提起他。为什么呢？你不问吗？他现在是你男朋友。我问啊，他说吗？好，没记错的话，你在小片里你说前女友是4年，对吧？对，是4年。为什么分开？是由于家里的阻拦。谁家里的阻拦？双方家里就是说对双方都不是很满意。你父母一开始为什么不同意你们俩交往？或者双方父母？因为他个子长得并不高，人长得也不是说很漂亮。这是在你再加上一个他心里就是说，这个女孩也是说很内向的一个女孩。她的父母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我一向出来这么长时间，给别人第一感觉就是说我是一个很不安全的人，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这是他父母肯定会看的本身就会看你一些外表。好，你们是不是一直都在跟家里做斗争？对，一直做斗争。第4年发生了什么？你们终于分手了？是他家里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但是当时他怀着孕呢。你女朋友前女友怀着孕，她自己回去了。是我给他送到北京，然后他自己回到家。她自己回到家，后来呢？回到家之后，就把孩子给我做掉了。多大？几个月？7个月。几个月？7个月。为什么？他们家认为就是说我现在没有抚养这个孩子的能力。再一个就是我们2个还没有结婚，然后这个小孩不可能说让我们2个要。你去看过吗？当时我没有去。那么大的手术，你知道这个事儿吗？没有。没有？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因为他做掉了之后告诉我的。所以说我现在。你们俩怎么谈的分手？他们家后来是他爸爸跟我谈的。王亮，我觉得可能在你人生的这段经历当中，有一些是你不愿意示人的，我也不想把它揭开，当秘密留在你自己的心里，好吧？邢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是他的人生经历。如果他就是拔不出来，你会怎么选择？其实这个事情我有听到朋友说过。但是我哭的原因是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那么久都没有看到他是这种表情。我没有要求他去忘记以前的女朋友或者是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忘记以前，但是我希望可能时间长一点他会事情看得淡一点。你很爱他是吗？好，接下来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首先想对王亮说，今天我可以看到你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所以呢，你难以自拔的状态呢，你已经失去了爱所有人的能力，包括爱你自己，你知道吗？所以今天你应该先调整心态。如果你心态调整不好的话，即使你前任女友来到这个现场的话，你仍然抓不住她。还有女方呢，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王亮现在爱的不是你。如果你还要想去争取机会的话，分手做妹妹继续照顾她。她现在这个状态非常的糟糕。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爱情速食年代，更多的人所坚信的是相爱容易相守难，因为爱情是一种冲动，而相处是除了精神层面上的其他的物质方面的一些碰撞和习惯。但你们恰恰相反，你们是相锁容易相爱难。忘记旧情的方式不是去逃避，而是真实的承认它在我的生活当中存在过，是存在过，但已经过去了。所以我的意见和于老师是一样，趁早分开。你们2人都没有爱的能力，尤其是王亮，先把自己修复好了之后，健全了之后，你才有足够清晰的能力去审视你对面的那个他。否则的话，害你也害他。可是王亮，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仔细看看你面前这个女孩，珍惜眼前人。她身上是不是有很多优点是足以吸引你的，是足以让你这3个月跟她在一起坚守的？如果真的是的话，以前那些事是不是可以抛开，不去管，而去想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是不是应该跟她共同的牵手去面对未来的困难？那是你的经历，你只有面对那段经历，你才从那个经历当中能走出来。接下来听听你们的亲友怎么说。来，踏浪旁观者清。来，王亮的表弟来了，对吧？就是我哥，我感觉他就是没把事情的全部说出来，你知道吗？你也觉得是吧？他以前跟那个前女友的事情我也都知道。啊。但是就是那个，
我感觉我哥就是一直都忘不了他，但是我在这也劝那个熊静医生，就是他根本就忘不了前女友，你知道吗？他难道能带着回忆过一辈子吗？你就是带不带着回忆，他也是忘不掉，你知道吗？哎，为什么？因为他在他心里面就只有那一个女孩，他根本就忘不了。因为你们都不是那个在亲眼看见的，因为他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就是发生在谁身上都说不清，你知道吗？只有我哥自己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弟弟今天要说的话是我哥想跟你分手，对不对？对，我看他也说不出来，你知道吗？但是有些话他也不说。就是他感觉有的话吧，就是说出来挺伤以前前女友的，你知道吗？他什么事都为了前女友想。我们听了亲友团的话，旁观者的话，熊静可能对这个身边的这个男人会逐渐的越来越了解，开始勾勒出来了一个也许你陌生的男人。接下来，王亮，我没听错的话，大概今天你来这儿并不是为了跟熊静来修复感情的，是吧？你表弟说的是实话，是吧？那我们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做，好不好？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你在黄金60秒里，把你今天来要做的事情到底为什么，坦率的自己告诉熊静，自己学会去面对。来，黄金60秒。王亮，你说吧。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的确是个好女孩。如果我没有我以前的经历，我会选择你，好好珍惜你，跟你在一起。我曾经也试探着过接受你对我的爱，但是我永远确实是战胜不了我自己的心理。所以说我只想对你说，祝你幸福，希望你以后找到一个值得你爱的男人。熊静还有话说吗？我尊重他的选择。对不起，认识你这个朋友我很高兴。朋友？我知道这次事情对你很不公平，但是我只能说把深深的祝福放在我心里面。我只能说祝福你，希望你幸福。其实早就可以告诉他，为什么一定要到这儿来告诉他？王亮，因为我每次想跟他说的时候，我都不敢去面对他，所以说这次也是通过电视看到这个栏目，然后我今天唯一来的目的就是说能给熊静一个很好的交代，再一个就是我希望我的前女友呢能看到我对她的忠诚。我希望她家里也好，她也好，以前或者是我做错了什么，我不希望她父母能改变什么，我只希望她对我的误会也好，想法也好，错误也好，对我的看法有一点点的改变。好吧，来面对镜头。也许你借用这样一个平台，完成了对熊静的所谓的分手的宣言。我并不赞同这种做法。可是你说，你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让你的前女友见证你对她感情的坚贞和忠贞。但是我想，那不应该是以牺牲另外一个女人的情感，以伤害另外一个女人的方式来完成的。现在有什么话面对镜头对你的前女友说？静静，我在这里只想跟你说上一句话，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永远是第一。祝你幸福。如果真的还爱你的女友、前女友，去家乡找她吧。谢谢你，小哥。